所以看到中低收入户就想说，我是高技术移民过来的，我应该不符合吧，就不用看了。但魔鬼就在细节里面。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今天主要来分享一下在荷兰育儿相关的补助津贴的一些相关资讯。那最近刚好做了一些功课，想说趁这个机会把它整理整理，分享给大家参考参考。那同时，如果有一些不正确的资讯，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做一个纠正。今天要介绍的育儿津贴主要有3个，我自己也蛮意外的，就是我整理完做完功课，竟然有3个这么多。对，第一个就是大家最常听到的 SVB 的 Child Benefit。对，我这边都用英文做它的名称，这样比较好啊。对，然后这些英文，其实用荷文更好。但荷文的问题是我们看不懂，然后也很难记得，很难发音，所以这是它转换，它翻译成英文的名字，它是官方英文的名字，就是你用这个英文去搜寻是找到你要的资料的。OK。好，那今天主要3个，第一个就是SVB 机构发的 Child Benefit， 那第二个就是第2个和第3个都是税务局在负责的。第2个是 Child Care。第3个是 Child Budget。对，好，那我们先进入第一个。第一个，我们在这个影片我们就简称它叫育儿津贴。那育儿津贴请领的相关规范等等的一些细节，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网站上面看更详细的资料，就是 SVB 的网站。对，那我这边只提醒2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快，也就是说你刚入境荷兰，除了居留证银行开户这几件事以外，请把育儿津贴的申请这件事放在比较前面的顺位。为什么？因为它1季发1次。那如果你刚好错过了1季，你可能就要等下1季。它的1季就是1到3月，对，1到3月，然后1月1号发，4月1号发，7月1号，然后10月1号。如果你刚好错过那1季，你可能就要等再下1季，然后也不会补前面的。对，就我所知应该是不会补。如果后来有补，请大家也留言告诉我们。对，所以但是你要快也快不了多少，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拿到问卷或相关资料要填写的时候，就是尽快的把它写完交出去。那这有一个小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我们那时候一来，很快就申请了，就是荷兰的类似官方的信箱，电子信箱。那是什么？官方的 Gmail 之类的，就是政府的信件，它都用电子的方式寄到那个电子信箱。对。那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们在请领育儿津贴的时候写的是电子档，而不是他寄来一整份纸本，然后在那边努力用手写，手写完你还要可能寄回去之类的。就很麻烦。可是如果你手写还要再寄回去。对，所以如果是电子的，就会方便很多。那第2个重点就是在填写问卷的时候，它有一题会问你说，你在其他国家是不是有请领相关的育儿津贴？就我所知，如果你在其他国家有领的话，这边有可能会领不到。对，大家注意一下。好，那下一个就是 Child Care Benefit， 我相信这个也蛮多人知道的，就是大家会传闻说有一个福利，有一个补助是要双薪家庭才可以请领的。就是这个，就是你双薪家庭，小朋友就会送去那个 通常啦，你要说的是通常吧？对，就是大家应该会知道，就是小孩如果去上 daycare 也会可以申请补助，大家的想法是这个。可是其实它的逻辑是2个家长都有工作的话，你就是有资格可以去请领这个补助，是不是？它的 daycare 的补助那种感觉。daycare 的补助，这个请领条件呢，就是要双薪。然后在申请的时候，你的收入跟学费都是你自己填的。也就是说你自己觉得是多少，自己填就是多少，那他就照这个你写的数字去核定金额给你。那就填越高，补助越多吗？你收入越低，然后学费越高，补助就越多。那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你有可能在1年后或者 N 年后被追回。我已经听到很多人这个款项被追回。他怎么被追回？他会查吗？对，因为1年后你要报税，那报税他就知道你实际的收入。然后他也可能知道你的学费实际交了多少钱，那一查就发现你的补助是有错误的，就会被追回。那最后有可能是连本带利，就连利息都算进去。对，所以它的机制大概是这样子。对，那但是有几个我觉得比较 tricky 的点，不太确定。例如说什么叫做有收入？有收入，例如说我有海外收入，我有一些海外的 part time 的机会。对，那这个是不是认定为收入？这个我现在是有点模糊，不太确定。可是我的 case 不是就会吗？对，那我们请到了，会不会之后被追回去？不知道。所以这个有点模糊。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叫做托婴的 service 的服务？对，因为他在
因为他在申请的时候必须要填入你那个托婴机构的一个叫做 LRK 的编码的号码。就每个幼儿园吗？每一个 daycare 的中心啊，或者是 BSO， 就是安心班的，它都会有一个编码，这个机构的编码。就是反正小孩去上课，他们那个上课的机构都有一个编码，无论是 daycare 或是连小学也会有，小学不收费，不收费，对。就是有收费的。我就发现我们小宝的他的 preschool 也有这个编码，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可能也可以申请？所以我就填了这个编码，那现在就申请有过，那之后会不会被追回不知道。我们现在的 case 就是你在荷兰是有正职的工作嘛，然后也是荷兰当地的公司。那我现在的身份是，就是我有兼职，然后是海外的工作，然后只是很微薄的就是应该是微薄的收入。我们那就是等于是就是对，然后工作 load 也没有大到必须要 take care， 所以现在只有一般的 preschool。那相对学费越低，你得到的补助也就越少。就是这应该说这个 case 是因为我们刚热腾腾的，然后我们申请前1-2个礼拜去申请吧。对，那有的人他甚至1年内都还没被追回，他可能2-3年才被人家追，也是有可能。所以有一些问题是模糊的。就我们不太知道我们做的这件事情之后会不会被追回，如果有的话，我们会再拍一集分享给大家，或是再更新资讯。下面的资讯。对，但是就是目前我们用我们这样的身份，然后我们也是真的有这样子的。收入，然后我们去申请这样子的补助，那是目前是过的，只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真的政府方你说那边是税务局嘛？对，税务局那边是完全没有跟我们要一些实际的收入证明。对，所有的过程都是你自己填的嘛。那我相信后来一定会要么补缴一些证明，对，好，那现在分享第3个，也是今天影片最重要的重点，叫做 Child Budget。那这个补助呢，相对比较冷门，比较少人知道。其实我觉得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荷语直接翻成英文或中文叫做Child Related Budget， 或者是儿童相关补助。那这名字听起来很笼统，好像是其他所有补助的统称之类的。对。那第2个原因是因为很多人知道这个补助的对象其实是低收入户。对，中低收入户。所以看到中低收入户就想说，我是高技术移民过来的，我应该不符合吧，就不用看了。但魔鬼就在细节里面，其实中低收入户的标准好像还蛮高的，很神奇。对，我们等一下看一下细节。那它中低收入户的标准呢，看两个指标，一个就是你每个月的固定收入，一个就是资产，你有多少现有的资产。那我们先讲讲月收入这件事情。所以它很月收入就没有包含什么红利或是分红。那你它的月收入的核定方式，它有一个完整的表格，你去填完，它就会跟你说你的月收入要算成多少。那个表格里面会包含你每个月拿到的工资，然后你的 holiday allowance， 你的那个 bonus， 你都要填进去。还有一个试算表。对，它有一个试算表。那重点就在这个试算表。这个试算表叫你填的月收入的那一个栏位，我甚至去问过税务局，那个栏位填的是应税收入。应税收入。对，很 tricky。应税收入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有 30% 入领，我只有70%拿去缴税。所以我要填的是我薪资单上面有一项应税的那个收入，而不是总收入。所以就变少。所以我的收入因为填的是应税，所以变少。对 ，OK。那第2个月收入一个 tricky 的点是，这个补助也取决于你有几个小孩。如果你只有1个小孩，那你的那个门槛就会比较低，就是它对于低收入户的认定比较严格。对，认定比较严格。那我刚玩了一下试算表，如果你只有1个小孩的话，你的年收入在72000左右，就是以下的话就认定是低收入户，超过你就是不符合。对，那大家可以就自己的状况去填写一样，说不定你以为你收入很高，其实你竟然是低收入。中低收入户。对，那如果你是2个小孩的话，年收入大概是108000。就是夫妻加起来，应税收入低于108000，你就有机会申请。所以这个就是一些细节，有可能是符合的。好，那再来讲讲资产。就我刚讲了，一个是2个条件，一个是月收，一个是资产。好，那资产的标准，2024年是177301亿。如果你的资产超过这个金额的话，你就不能请领，低于这个金额就可以请领。那最 tricky 的点是，你的自住房不算在资产里面，它有特别写，你的自住房跟车子不算在资产里面，就跟 Box 3的规定是一样的。Box 3也没有算你自住房的价值。所以有些人会以为，我自己有一栋房子，那我资产应该
就远远超过了吧，所以应该没有机会清领。但其实自住房是不算的，对，所以这清领这个的机会就变大了。OK， 这2个条件就是 and 的嘛，对，都要符合。那讲白了就是你的家庭经济状况有可能会符合这个中低收入户的条件，而可以得到这个福利补助。好，那后面这2项我听到很多的案例，就是如果你填写的是错误资讯，很容易后来被追缴回来。什么叫错误资讯？就是我的月收入我不小心点低了，他补助多给你了，所以他1年后就会追缴。还有更常见的情况是你被调薪了，可是你忘记去这个平台上面改你的薪资，所以导致他多给你补助。对，所以之后被追。等于是说你这个填的金额，你要时时刻刻注意，跟你真的现实状况是一致的。对，不然因为你1年之后等于缴税的时候，这件事情就被弹出来了。对，那他是1年之后就会跟你追回来了吗？没有，我有同事好像 N 年后一次被追，很可怕。对啊，那多可怕！因为你可能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所以是我可能也无心，就是我也不是因为刻意欺骗，尤其是 bonus 啊，一次罚很大一笔，就是我也没注意之类的。然后后来那未来可能某一天被追回来，不是很可怕？如果没钱呢？对，这是往年发生过的案件，那我们就不谈那边，那个故事很大很长，有机会可以做一集。哈，真的有这个？有，就是荷兰政府很大的一个事件。OK， 好，这边我就想多聊聊这个文化上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文化冲击，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假设是在台湾，这个东西的申请方式，应该是在申请的时候，它一定卡关卡很严格。对。然后你过了，你申请到了，你就会高枕无忧，你不会觉得他会给你追回去。不会。对，台湾的文化跟模式是这样。台湾的话，原则上一开始就是你资料就缴齐全，对，然后你有错，对，有没错，然后一开始就是资格审核 OK 了，确定没错，你接下来几年对你就会松一口气没有问题了。可这边不是，这边是你怎么填就怎么填，我就先给你，然后之后有错我再追回来。好，以上就是今天育儿相关补助的整理跟介绍。那如果有任何的错误，欢迎在底下纠正我们，或者补充一些更详细的资讯。对啊，其实我们也想知道。对，把这些资讯给弄得清楚一点。因为好像很多很模糊，然后大家的资讯都口耳相传，不太一致。什么低收入户的你可能不用看了之类的，但其实现实不是这样。好，以上就今天的分享。如果喜欢我们就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See you，拜拜。